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认识一下蝴蝶兰。蝴蝶兰跟其他很多植物一样，都是由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、种子组成。翘着的这一条是根，盆里头也有根。这一部分是茎，还有一部分看不到，埋在植料里。这些一片一片的自然就是叶子，粉色这些一朵一朵的自然就是花儿，还有几个花苞。长着花的这个枝条呢，我们叫它花梗，花梗、花苞合在一起叫做花序，所以我们平时叫花梗的这一条也叫做花序轴。蝴蝶兰的花序有可能是总状花序，也可能是副总状花序，也就是圆锥花序，都是无限花序。理论上，花序轴的尖端可以一直往前长。花朵授粉成功之后会结一个果荚，果荚里面有种子。蝴蝶兰的种子非常细小，细小的如粉尘一般。我手里没有蝴蝶兰的果荚，想上网搜个图片，输入蝴蝶兰的种子，居然搜出了这样的图片。图片里拍到的一定不是蝴蝶兰的种子。接下来我们稍微详细的看一下蝴蝶兰的各个部分。因为蝴蝶兰是附生植物，所以蝴蝶兰的根都是气生根。如果我们使用植料盆栽，有一些根会长在植料里面，有一些根会在盆外面。我们一般把长在盆外面的根叫做气根，这算是一种通俗的叫法吧。不论是长在盆外的这些气根，还是埋在植料里面的根，都属于气生根。根外面包裹的这个肉质层叫做根背。看这盆的根上绿下白，是因为它有一个不透光的外套盆，所以下部的根见到的光极少。如果几乎完全见不到光，颜色还会更白。呈现绿色是因为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。根的表皮细胞木栓化，当表面干燥的时候会呈现这种灰白色。呈现这种灰白色跟长在盆里面还是盆外面没有关系。如果盆里面的根也呈现灰白色，说明可以浇水了。健康的根看上去鲜活有光泽，根尖如果呈现绿色，也有呈现红色的，说明这个根正在长长中。我们通常把绿色或者红色的这个根尖叫做水晶头。没有水晶头的根只是说明它这会儿没有在长长，不影响它的工作。根的主要工作有吸收水分养分，并存储水分养分，还能进行光合作用。它当然也可以把水分养分提供给植株的其他部分。根还有固定植株的作用，在它的原生状态，它可以很好的把植株固定在树干上。根的粗细长短多少与品种有关系，同一品种的根越粗，数量越多越好。温度合适的春夏季最容易出新根，所以春季夏季是养根的最好时节。如果植料老化，温度不合适或者养护不当，有可能造成烂根。通常1年以上的老根，即便什么都合适，也有可能慢慢的变成黄褐色，这个属于正常。如果根像这种有一节坏的，还有些部分是好的，好的部分还可以工作。干瘪成这样的就不能工作了。这一部分虽然黄褐，但是还是粗的硬的，就还可以工作。关于根儿就捡重要的先说这么多，还有一些内容日后单独做视频专门来说根儿。这是蝴蝶兰的茎，蝴蝶兰茎非常短，因为被叶基包围，我们几乎看不到它。虽然又短又不容易看见，它却很重要。所有的叶片、花芽、根等等都是从茎上长出来的。蝴蝶兰属于单茎型或者单轴型兰花，只在叶心里有一个生长点。如果这个生长点遭到破坏，茎上的休眠芽有可能萌发成侧芽，也就是说它会重新再找新的生长点。把蝴蝶兰从茎的某一个位置斩断的方式，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。茎是整个植株运输养分水分的交通要道，所以茎越粗壮，说明植株越健壮。茎上如果出问题，需要马上救治，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了，一旦救治不及时，很容易导致整个植株就没了。茎不仅仅包括叶片包裹的这部分，也包括埋在植料里长满根的那一部分，或者没有根。
看这棵在茎的下半部分还出了一个侧芽，它的主轴的生长点并没有被破坏，出了这个侧芽。像这种不是很常见，但确实也有可能。等天气转暖之后，上下两节都有可能长新的根，根长好之后剪开就是2颗。蝴蝶兰的叶是从茎的顶端一片一片长出来，它一定是呈180度左一片右一片这样长。不过长出来之后，因为趋光性，叶片或许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方向上的变化，导致叶片的排列可能不齐整，或者整个植株倒向一边。常见的蝴蝶兰大部分都是绿色的叶片，不过也确实是有带斑点的。叶片的背面有些是红色的，有些是绿色的。健康的叶片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，通常蝴蝶兰的叶片越厚越硬，面积越大，数量越多越好。不过不同的品种之间会有一些差异。叶子表面看起来有一点蜡质，有一定的光泽，尤其是新叶片会更亮。正常情况下，叶片不应该越长越小，如果越长越小，需要找一下原因，尽快解决。蝴蝶兰的叶片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，长成一片叶子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，掉落一片叶子需要花更长的时间。掉下来的叶片如果是干黄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叶片掉落的顺序一般是由下往上，不过也有特殊情况，中间的某片叶子因为受伤或者遭遇虫害等等，也有可能提早掉落。如果中心最新的那片叶子掉落，那很有可能生长点被破坏了，叶心里可能不再长出新叶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中心也不能再长叶了，就是叶心里本来应该出新叶子的地方，长出来的是花芽开花，那这基本上是这个茎的最后一朵花，也就是所谓的终端花梗。遇到终端花梗，只能等着它出侧芽了。通常情况下，蝴蝶兰的花芽是从茎的侧面长出来，最常见出现花芽的位置是属成熟的叶片从上往下数第3片叶子的背面，大致是叶片背面正中所对应的茎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也叫做叶腋。花芽一定是在叶腋里出现，不过有可能不在第3片叶子背面，虽然那个位置是最常见花芽的位置。叶腋里出现的芽不都是花芽，也有可能是根或者是苗。花芽出现的外在刺激条件是温度，当温度在18度左右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出现花芽。蝴蝶兰的适生温度是18到28度，不过某一些原生种可能有一点不同。花谢之后的花梗，有一些会自己黄掉，但有一些会一直绿着很久，甚至会再次续花。有的续花是从尖端继续往前长，有些是侧面的休眠芽发育成侧花枝，这些休眠芽也有可能发育成一个小苗，长在花梗上的苗叫做高芽，如果是长在花茎上叫做侧芽。这些小苗长出根之后都可以剪下来单独栽种。蝴蝶兰的花朵从前面正着看，上方左右各一个花瓣，下方有一个唇瓣，后面有3个萼片。如果2个花瓣发生变异，长得有点像唇瓣，那这就叫3唇蝴蝶兰。在花朵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像长鼻子一样的东西，是河蕊柱。河蕊柱是兰科植物所特有的，我之前在野外看到花有河蕊柱，我就猜会不会是兰花，后来经过查证还真的是野生兰花，不过不是蝴蝶兰。咱们这个频道只说蝴蝶兰，其他更多的兰花可以到静姐说花那个频道里去看看。到这儿相信您对蝴蝶兰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这期视频也准备先说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